人指屠地，屍骨成山，是戰爭發展到極其慘烈、血流成河的恐怖景象。800多年前的蒙金中都圍城戰啊，最後就到了這種程度。成吉思汗攻陷中都以後啊，中亞強權花剌子模帝國派出使者前往中都打探虛實，說這個使團在接近中都城的時候，離老遠就看到前面有一座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白山。他們詢問向導說那是什麼呀？向導回答說那是屠城以後用人骨堆成的山。這使團呢就繼續往前走，快要接近中都城門了，發現這個腳底下地面啊是又黏又滑。向導呢接着解釋說因為腐爛的屍體太多，油脂浮於表面，導致地面變得極其油膩和濕滑。花剌子模使团的馬匹不斷滑倒，甚至有些人和馬因為接觸到這些腐液感染了瘟疫，死在了路途之中。從1211年開始，成吉思汗離開蒙古，開始追尋征服金朝的夢想。有人說成吉思汗呢是因為早年經歷見識到了長城以南那個大帝國所擁有的驚人財富，所以在心中種下了征服中原的種子。也有人認為呢，更深層的動機是因為成吉思汗受到了一系列社會和經濟因素的驅動。常年的戰爭讓蒙古經濟出現問題，為了養活軍隊，他不得不踏上征途。在上一集啊，已經聊過了野狐嶺之戰，10萬蒙軍以少勝多，木華里血戰歡兒嘴，哲別輕取居庸關。再往前呢，就是金朝中都大興府。漫聊蒙金戰爭系列節目啊，以宋金元3朝史料為骨架，還原13世紀前後蒙古滅金期間多方權力角逐。如果喜歡，烦請您從手機上熱推我的視頻。那麼在這一集呢，咱們就接着往下說一說蒙古鐵騎南下以後對金朝發動的中都圍城戰。上回咱們說到公元1211年8月末，金軍在野狐嶺快河川遭遇空前慘敗，噩耗傳回中都。面對前方軍情急報，金朝第7位皇帝魏少王抱着自己的愛妃大哭了一場，隨後下令說所有的成年男子不得出城，這個中都就開始戒嚴。金中都的遺址啊，位於今天北京西城、丰台、海淀3個區的交界一帶，核心區域大約在北京西客站到廣安門外，大部分建築今天已經深埋地下了，但是仍有個別幾處痕跡，比如啊蓮花池公園，這是當年金中都的重要水源地，還有右安門外水罐遺址，當年用來排放城內的污水雨水。北京作為首都啊，最早的歷史就是從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從上京遷都燕京並改名中都開始的。有關蒙古第一次圍攻中都啊，現存的史料極少，只有一部相傳為金朝官員張師彥所著的《南遷錄》。這個《南遷錄》呢，爭議極大，稱之為歷史偽書都不為過。可是要講這段歷史，又不得不參考，因為根本就沒有別的記載，所以第一次中都圍城戰的內容只能作為參考，圈起一聽。據說從打蒙古探馬出現在京郊開始，大興府尹就是北京市長，一個叫烏陵用章的官員，就奉命在城中各處張貼布告，讓老百姓，尤其是老幼婦孺趕緊自謀生路，免得敵軍一到玉石俱焚。這個榜文剛一貼出來，瞬間就引發了恐慌。精壯男子留下守城，把老弱放出去，既可以減輕城中的後勤壓力，又可以讓他們到附近避難，這是中國古代比較常見的防守策略。可即便如此啊，一連幾天，中都城外依舊是民皆激動，死者相望。說9月初7啊，蒙古第1支先锋小隊大摇大擺來到中都城下，為了提振士氣、挽回面子，中都守将完颜天驥派出精锐衝出城門，殺了對方一個措手不及，有30多個蒙古兵命喪城下。隨後呢，他們又追擊了大概3里多地，遭遇了蒙古大部隊，不得已退回城內。這算得上是自野狐嶺戰敗以後金軍的第一次反撲，中都攻防戰隨即展開。當天晚上，蒙古大軍就來到中都城外，在炮石打不到的地方安營紮寨。大興府尹烏陵用章
連夜派人拆毀了吊橋，趁着夜色掩護呢，把盡可能多的磚石瓦塊拉回城，周邊的百姓民居一律拆除，把木料粮食也搬进城里，為守城做準備。3天以後，蒙古派出一支1000人小队闖入中都外城南顺門。据說当時的南顺门是没人值守的，蒙古军呢就打算從這裡攻入城內。城門洞開，毫無防備，他們就騎着馬歡呼雀躍，魚貫而入。走進來就覺得不對勁兒，一條長街正對城門，街上是悄無聲息，連只鳥都沒有。還沒來及多想，突然就聽到號炮聲響，無數矢石火器鋪天蓋地招呼過來，顷刻間就死傷一大片，躲不掉又退不回。蒙古骑兵呢就只好向前衝突。女真人摆了是一层又一层密密麻麻的拒马山，拒马山後有手持长槊的金军士兵，来一個扎一個，来2個捅一雙，不斷收割蒙古騎兵的性命，人喊馬嘶，傷亡慘重。這還沒完，金軍又點燃了長街兩側的火藥，剎那間火光衝天，房倒屋塌，蒙古騎兵又是一波死傷。不過这一支小隊也真夠強硬的，即便是中了連環計，遭了埋伏，仍然可以組織起來苦戰。雙方就在狹窄的街面上打了差不多1天，金軍漸漸的支撐不住，主將也力戰而死，最後退入內城。蒙古軍呢也一點點退了回去。這次接觸過了1周以後，蒙古軍開始大舉攻城，他們也拆了一些民居，搭建了一座幾乎和城牆等高的攻城樓。那麼金軍呢找了一塊巨石，用大炮拋射出去，砸毀了蒙軍的木樓。蒙古人始終不肯放棄，毀了就接着再立起來，反復幾次，又拉鋸1天。就這樣你來我往，雙方開始嘗試議和，談又談不攏，接着呢又開打。這次蒙古方面也拉來了大炮，用大炮擊碎了中都一處城門門樓，往城下堆積木料，然後在木料上灑水。他們想就這樣阻止城上火攻，然後就這樣攀援而上。而金朝的守軍呢，則是從城頭拋擲下幾百只火炬，堆起來的木料被燒個精光。蒙古軍是仍然沒啥進展，當天晚上還遭遇了夜襲，說有幾十名金軍趁着夜色摸進了蒙古大營，給蒙古軍又造成一波傷害。自此蒙古這邊就沒了大動作。到了10月，金朝各地的勤王部隊終於開始陸續抵達中都。一度崩潰的魏少王為了犒勞這些軍隊，打開13道城門，親自迎接，又哭了一場。這第一次中都圍城迎刃而解。不過呢，這僅僅是中都的戰火停了，在金朝的北方地區，蒙古鐵騎還沒有停下他們的馬蹄。在1211年前後有這麼2場戰役最傷金朝的元氣，一場是耶律阿海突襲環州，一場是哲別奇襲東京。咱們先說環州。金朝的環州有遺址，在今天內蒙古自治區锡林郭勒盟正藍旗西北部，民間俗稱四郎城，當地的蒙古語稱作布爾圖巴爾哈遜。環州為什麼重要呢？因為這裡有金朝最重要的養馬場。蒙古的一支偏師在這一年突襲了金朝的養馬場，指揮這支偏師的人呢，就是耶律阿海。耶律阿海在蒙古帝國地位極其特殊，不僅戰功赫赫，而且是成吉思汗從草原部落酋長轉型為世界征服者這個過程中最不可或缺的智囊和核心骨幹。1203年，成吉思汗遭遇了一生中最慘烈的失敗，身邊只剩下19名最忠誠的隨從，逃亡到了班朱尼河。這19個人裡邊就有耶律阿海。幾年以後成吉思汗發動蒙金戰爭。金朝這個時候呢，雖然逐漸漢化，但是軍隊的核心戰鬥力依然依賴着強大的重甲騎兵。為此，金朝在北方邊境設立了極為龐大的國家級軍馬培育基地，官方正式名稱叫做群木所。馬匹呢是冷兵器时代的頂級資源，所以成吉思汗發動戰爭最核心的目標之一就是掠夺或者摧毀金朝的馬政。耶律阿海就是最完美的執行官，他是辽朝皇族後裔，精通多国語言，什麼契丹、女真、蒙語、漢語全都說了很溜。這個人之前他是在金朝擔任高官，最關鍵的他是世居環州，對金朝群木所的精確地理位置、草場的作息規律、馬匹狀況以及防禦虛實全都了如指掌。
於是，在戰爭初期，耶律阿海受命率領一支由蒙古精銳騎兵和歸順的契丹人組成的特別行動部隊，繞過邊境要塞，直插金朝最核心的木馬重地環州群木所，利用金朝守軍對契丹面孔的疏忽，最後近乎零傷亡，以極快的速度控制了環州馬場。金朝苦心經營數十年，散布在草原上的幾十萬匹軍馬，在幾天之內全部落入蒙古軍手中。這場奇襲最鲜為人知的，而且對後來戰局產生了更深遠影響的一個細節，是環州不僅有普通戰馬，金朝為了維持重甲騎兵所需的肩高和爆發力，在群木所中精心圈養了大量從西域、中亞引進的優質種馬。蒙古軍後來呢，就將這批珍貴的種馬儲備運往漠北蒙古本土进行配種，進一步改良了蒙古馬的體型和耐力。所以史學界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正是因為環州一帶的戰馬被耶律阿海洗劫一空，導致金軍空有龐大兵力，卻在事實上失去了重甲騎兵最依賴的戰略機動能力，搞得完颜成玉在野狐嶺只能按兵不動，依山阻險，採取被動的防禦戰術，最終遭遇了空前慘敗。這是耶律阿海突襲環州的一些情況。前面說到了蒙古軍隊第一次攻打中都，經過了一番嘗試，攻城無果，退兵而去。中都呢，暫時脫離了危險，但是其他各地卻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洗劫。用金史的記載，就是東過平峦，南至清倉，西南至新代，皆歸大元。當然這時候的攻城略地呢，還是暫時的。當年的11月底，蒙古大軍就通通撤回了漠北。总而言之，1211年啊，是蒙古人輝煌的一年，從河北到山西都有斬獲。但是對金朝造成最根本性破壞的，就得說說蒙古名将哲別領兵從中都繞出去，奔襲了金朝東京遼陽府。東京遼陽府，它的位置啊，在今天遼寧省遼陽市，這是金朝延續辽代的政治格局，設立在東北地區的軍政中心，總管整個遼東半島以及周邊的10幾個州縣。東京遼陽府的居民結構極其複雜，城內混居着大量被金朝征服的契丹貴族、蒙古國移民，還有漢人富商，以及負責監視和統治的女真、蒙安、牟克軍戶。雖然遠離中都，但卻是不可或缺的經濟和戰略物資基地，還是連接金朝的龍興之地和中原地區的交通枢紐。還有一點就是遼陽周邊啊，有豐富的鐵礦，有發達的冶煉技術。金朝軍隊比如鐵浮屠、拐子馬所需要的重型盔甲、戰刀、強弩箭頭，有相當大一部分都是由東京的官营鐵坊開採並制造的。這麼個地方對金廷來說就相當於大動脈，對別人也一樣舉足輕重，因為拉起一票人馬站穩腳跟就可以插旗單幹。哲別奔襲遼陽啊，大致發生在1211年底到1212年初這段時間。因為中都攻坚受阻，成吉思汗呢隨即派遣他最信任的4敖之首哲別，率領一支精銳騎兵長途奔襲金朝東京。這個氣溫低到零下幾十度，這支軍隊呢愣是不生火不扎營，完全切斷了後方的補給線。那個士兵們呢，依靠馬鞍下的牛肉乾、奶疙瘩，甚至在极度飢渴的時候劃破馬頭飲用熱馬血來維持體能，如鬼魅一般避開了金朝沿途的那個烽火台和瞭望哨，在冰天雪地之中突然出現在遼陽城下。可是由于沒有攻城器械，遼陽守軍呢緊閉城門，利用強弩進行死守。在首輪嘗試性進攻失敗以後，哲別命令全軍撤退，說剛來就走，這難道是東京一日遊嗎？肯定不是。哲別啊要求各地要恰到好處地表現出驚慌狼狽，沿途丟棄大量的輜重物資，就這樣整整向後撤退了大概得有300里地。遼陽城內的居民百姓呢，由此就認定蒙古軍是因為極度嚴寒和後勤斷絕而狼狽潰逃了。隨後大開城門，成千上萬的軍民走出城來，在雪地中狂歡，爭搶蒙古人遺留下來的那些戰利品。全城警戒在一夜之間解除。在確認金軍完全懈怠以後，哲別命令全軍士兵拋棄所有的負重和驮馬，換上最精良最耐寒的快馬，
全速前進，殺回遼陽，在不眠不休的情況下狂奔了300里地。當這支滿身冰霜、殺氣騰騰的蒙古鐵騎重新出現在東京城下的時候，正在城外清點輜重的金朝軍民甚至以為看到了幻覺。金軍還沒反應過來，蒙軍已經順着大開的城門，好似潮水一般湧入城內，一舉攻陷了這座固若金湯的百年大城。隨後1個月，哲別在東京城內挖地3尺，洗劫一空。尤其是遼陽及其周邊的冶鐵工匠刀劍工匠，分門別類登記造冊，一股腦全部遷往漠北。這場戰役政治意義要遠大於軍事。哲別在撤離前暗中支持了當地的契丹精英。後來呢，契丹千戶耶律刘哥看準金朝威信蕩然無存的時機，在遼東公開起兵反金，建立了親蒙的東遼政權。可以說，自野狐嶺慘敗之後蒙古人用馬蹄丈量了金朝的半壁江山，大金國防禦體系徹底失效，軍事實力銳減，朝野內外信心崩潰，整個國家陷入了混亂之中。1212年正月初1，金朝中都照常除舊迎新，南宋的贺正使像往年一樣如期而至。劫後余生，滿城軍民忐忑不安地過了個年。轉眼到了7月，蒙古鐵騎捲土重來，又開始進攻女真人的外圍守軍。成吉思汗親率主力部隊，將戰略矛頭指向了金朝的西京大同府。蒙古軍在野戰方面難有敵手，但是面對西京這種擁有高大城牆、護城河和密集床弩的防禦要塞的時候，这时候仍然顯得缺乏經驗。1212年的蒙古軍暫時還不善於攻城，但是終究只是暫時而已。他們在西京城下嘗試了多次強攻，全部付出了不小的傷亡代價。就在某一次激烈交鋒過程中，成吉思汗親自到前線督戰，結果被一支流箭射中，受了傷。蒙古軍攻堅士氣受挫，成吉思汗隨即下令哲別和蘇布台的部隊負責殿後，全軍解圍北返。按理說這一年的征伐應該到此為止了，但是根据南遷錄的記載，這一年11月，在金朝中都城再次爆發了更加猛烈的圍城戰。蒙古軍是悍不畏死，一度攻破金軍外城防線。他們像上一次一樣，搜羅了民間的木料，堆積到城下，一層層越堆越高，等到和城頭差不多高了，就可以踩着木头衝上城頭。結果呢，金軍從城裡挖通了地道，直接挖到了木头堆的下面，一把火又給燒個精光。蒙古軍仍然不放棄進攻，這回呢，他們又找了一堆鐵鏟，削尖了另一端，然後釘進城牆，拿腳踩着這個鐵鏟向上攀爬。金軍這邊呢，早有對策，讓兵丁們手持利刃，看到冒頭的就一頓招呼，就好像那個打地鼠遊戲一樣，得分率是100%。就這樣圍城20多天，蒙古軍想盡一切辦法，終究攻不破中都城，最後只好黯然退去。中都呢，就這樣又逃過一劫。只消停了幾個月，到了1213年7月，秋高馬肥之際，蒙古大軍休整完畢，第3次南下侵入金朝。這回呢，他們走的仍然是2年前的路線，從克魯倫河集結出發，經汪古部借道南下，以極快速度席捲抚州，過野狐嶺，再度奪取宣德府、德興府，就是今天河北宣化一帶和河北株洲，推進到歸川，今天的河北懷來，大敗完颜綱和主府高齊。金朝軍隊僵尸40餘里，蒙古軍是一路追殺，就來到了居庸關。居庸關有南北2座關口，二者相隔大約10幾公里，中間一條天然峽谷，怪石嶙峋，峭壁堅韌。最窄的地方據說只能容下幾人或者是2部馬車並行，所以對於習慣了大縱深大迂回高度依賴戰馬的蒙古騎兵而言這種地形等於是徹底剝奪了他們的機動優勢。要打中都，走居庸關是最優選擇。2年前呢，蒙古軍曾經輕鬆奪取了居庸關，而這一次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距離關口100多里，就已經撒滿了鐵蒺藜，密密麻麻，層層疊疊。金軍呢，吸取了上一次的經驗，在居庸關安排重兵把守，甚至用融化的鐵汁兒把關門膠住的密不透風。你除非是雷聲双翅從這兒飛過去，要不然想都別想。這回蒙古人怎麼應對的呢？
我們都知道，這個太行山脈啊，縱貫河北、山西、河南3省，這就相當於華北平原外緣一面巨大的山牆。因為河流冲刷和地壳運動，天然形成了8個狹窄的斷裂谷地和隘口，漸漸就成為了8條通道，這就是太行8型。太行山的地勢呢是西高東低，誰控制了這8型，誰就獲得了對華北平原的战略優勢。太行8型的北段由北向南，分別有军都型、飛狐型、蒲陰型、井型，而居庸關扼守的就是離北京最近的军都型。1213年的蒙古大軍被居庸關攔住去路了，可是從這兒往南走，還有飛狐型、蒲陰型。飛狐型呢，從禹縣到河北涞源縣；蒲陰型呢，從涞源縣到河北易縣。涞源县和易縣之間有一座紫金關，過了紫金關就可以進入华北平原。確定了這條路線行得通以後，成吉思汗留下一支部隊牽制居庸關北口的守軍，隨後亲率主力沿着桑干河轉向西行，取道飛狐口南入紫金關。這次變向非常突然，當金廷知道消息派兵去堵截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紫金關擊破，華北平原是一路坦途。成吉思汗這時候分出一支人馬，交代給哲別，迂回到居庸關南口，南口輕鬆告破，北口的那个守军呢，當即投降，献出了關口。至此金朝對蒙古的戰爭已經陷入了一種近乎絕望的局面。野戰往往是全軍覆沒，守城則動不動就滿城被屠，整個北方戰場幾乎看不到半點轉機。而就在這時，3路蒙古大軍再次完成合圍，兵鋒直指中都城下。朝堂之上是人心惶惶，宮禁之內更是暗流湧動。終於一場突如其來的巨變就降臨到了金朝皇帝魏少王的頭上。居庸關再次陷落，中都是兵臨城下。魏少王完颜永济在慌亂之中從各地調集兵馬來護衛都城，這其中呢就包括了之前造成了惡劣影響還被他委以重職的呼沙虎。格什列呼沙虎又名格什列之中，女真貴族，家世顯赫。他的先祖呢是完颜部稱雄前格什列部的首領。這個人最大的特點是性格上狠戾狂傲，行事作風兇悍蠻橫。說是有一次呢，呼沙虎出京公幹，因為接待的官員晚了片刻，準備的酒水不夠醇厚，他就大打出手，杖責50。後來擔任知大興府事，又被御史中丞控訴，說他在雄州炸任馬匹，在平州冒領工資，聚眾淫亂，掘人祖墳，打罵同僚，不服管教。這個人可以說是劣跡斑斑，但是就因為在金章宗的父親太子完颜允恭身邊當過護衛，所以金章宗對他是百般包庇。蒙古南下以後呼沙虎擔任的是西京留守。蒙古兵圍西京，呼沙虎直接棄城逃跑，好不容易跑到了禹州，又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這哥們兒打劫了自家官庫，搶奪財物，強徵馬匹，私入紫金關，還杖殺了來水縣令。這要是普通官員呢，別說是數罪並罰，就單拎這一項出來都夠喝上一壺。可是呼沙虎趕上金廷內外焦灼，不僅沒受到影響，反而屢次得到重用。到1213年蒙古第3次南下之前格什列呼沙虎被魏少王任命為全右副元帥，官居2品腰悬金牌，率領5000武衛軍駐防在中都北部。魏少王呢有意拉攏呼沙虎，可惜呼沙虎一點都不領這份情，反而還動了殺心。這年秋天蒙古第3次南下滅金，眼看蒙古大軍就要抵近中都，魏少王得知情況，徹夜難眠。又聽說了這個呼沙虎不在軍營積極備戰，成天拉着一幫人放鷹遛狗。魏少王急得五內俱焚，連夜派特使跑到呼沙虎大營，罵他專務持獵，不懼軍事。特使來傳旨，這呼沙虎呢背過身去，漫不經心地逗弄自己的寵物鷂鷹。聽見魏少王出言不遜，呼沙虎就當即暴怒，一下就把這鷂鷹狠狠摔到地上，鮮血羽毛飛濺，嚇得那個特使生生把後半截話給咽了回去。事情進展到這種程度
君臣二人不共戴天的情勢已經不可逆轉。魏少王的朝政啊，這個時候由心腹大臣把持着，一共有這麼父子二人，一個呢是知大興府事突丹南平，另一個是駙馬都尉突丹莫烈。軍中對這俩人怨聲載道，因為他們隨意克扣賞賜。呼沙虎呢就趁機利用不滿，編造了一個突丹父子要謀反，他自己要清君側的借口。隨後兵分三路，直撲中都外城，從通玄門斬關衝入中都，順利拿下外城和皇城，殺掉突丹南平父子。魏少王呢得知了外面發生兵變，火速下令關閉各處宮門，侍衛親軍也全體集合，趕到東華門護駕。兩邊一對峙，呼沙虎這邊有人高喊說：“我們只為誅殺亂臣賊子，並沒有叛亂的意思。”皇帝的親軍們眼見突丹南平父子慘死，又怕這個呼沙虎發瘋，當即就紛紛退後，沒有人再敢輕舉妄動了。魏少王呢見勢不妙，草草寫了一封悬賞詔書，從城樓扔下去。詔書上說什麼呢？說凡能殺呼沙虎者，可從一介平民直接賜封大興府尹世袭千戶。可是事到如今，滿城軍民人等無一人敢於应募，通玄門之變很快落下帷幕。呼沙虎率軍衝進大殿，將魏少王軟禁。呼沙虎啊占了大興府尹的官邸，自封监国都元帥，大肆封赏同黨。當天晚上摆下慶功酒宴，一直喝到天亮。魏少王是第二天一早見到的呼沙虎，打老遠就開喊說：“聖主令臣何往？不知道新皇帝怎麼安置我呢？”呼沙虎說要送他回原來的王府。魏少王滿心歡喜，連跑带顛的去叫自己的皇後。這皇後呢是個明白人，不肯走，並且告訴他出宮必死。魏少王說：“不可能，絕不可能。”就在两人拉扯之際，沒耐心的呼沙虎索性將帝後二人給捆回了魏王府，讓200名武衛軍嚴密看管。魏少王完颜永濟在轉一天的深夜，被呼沙虎派来的心腹強行灌下剧毒，一命嗚呼，驾鶴西去。事情鬧到這一步，呼沙虎已然無路可退了。起初呢，他打算自己來當皇帝，可是又擔心自己為反服众。猶豫之間，有人給他支招，說右丞相涂丹義坠馬摔傷，正在家中療養，不如借口探病去問問他的意見。那麼涂丹義呢是個聰明人，一眼就看穿了呼沙虎的心思，說話間就勸他說：“不如擁立義王完颜詢為帝。”說完颜詢呢是金章宗的哥哥，又是完颜允公的長子，屬於众望所歸。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言外之意呢，就是讓呼沙虎見好就收，不要逞一时之凶，再折騰下去就不好收场了。呼沙虎也听勸，完颜询呢人在张德府，他就立即派人把完颜询留在中都的兒子，用皇太子的仪仗迎入東宮，同時呢派人前往張德府迎接完颜询。幾天以後，完颜询被迎入中都，在大安殿即位，是為金宣宗。大金王朝已經是風雨飄搖，外有猛虎，內有豺狼。那麼成吉思汗的蒙古大軍接下來又會有哪些舉動呢？呼沙虎又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呢？1213年的大金國換了新皇帝，但是這時候全國上下舉步維艱。第一是饑荒，老百姓已經顧不上了。金廷從開封和黄河下游把大量糧食運往北方，優先支援前線。第二呢是人口短缺，連年敗仗，打的是兵源吃緊，以至於不得不把囚犯放出來，只要能去軍中服役，過往罪行可以一律赦免。第三是暴動越來越頻繁，東北呢反了一個以遼王自居的耶律刘哥，西北有黨项人入侵甘肃陕西，最要命的還是蒙古人攻陷了居庸關，会師於中都城外。呼沙虎擁立了金宣宗完颜询，但是又對於這個傀儡不屑一顧，即便是朝會，他依然是穩坐釣魚台，拒不行禮。不過這個家伙呢也的確是有點東西，身患重疾，躺在馬車裡指揮戰鬥，愣是在中都城外打敗了一支蒙古軍。第二天呢，蒙古人捲土重來，結果又是呼沙虎獲勝。到了第三天，仍在病中的呼沙虎派了元帥右监军朱虎高齐前去應戰，
並且威脅說只許勝不許敗，吃了敗仗回來就弄死你。結果是主虎高旗遭遇了慘敗，生命受到威脅，把主虎高旗的潛能给激發了出来。这哥们呢，赶在消息傳回中都之前，領了一批精兵，進了城就直奔呼沙虎的住處。人在寢宮的呼沙虎聽到人喊把肆，知道外邊壞了事兒，驚慌之下，他想要翻牆外逃，可是腳下一滑，從牆上摔下來，摔成了重傷。最後呢，被主虎高旗的人拉起來，就地砍頭，身首異處。主虎高旗呢，就是手裡拎着这个呼沙虎的人头，跪到宫門外向皇帝請罪。金宣宗當即赦免了主虎高旗，並且先後拜為左副元帥，平章政事。由於處在四面楚歌的絕境之中啊，金宣宗完颜詢決定向蒙古人求和，但是火候沒拿捏好，被成吉思汗輕蔑的給拒絕了。了解到金朝在中都啊屯有重兵，成吉思汗呢也吸取了前兩次的教訓，只留下部分軍隊封鎖中都，接着把軍隊呢分成了三路。右路軍由成吉思汗的三個兒子竹赤、察合台、沃固台聯合指揮，負責攻占山西和河北北部。左翼軍由成吉思汗的胞弟以神射聞名的哈薩爾和暗沉納言共同帶領，主要攻打的是中都到渤海這一帶的州郡。中路軍由成吉思汗親自率領，其幼子拖雷隨行督戰，計劃是穿過金朝腹地，殺到黃河沿線山東半島。這三路之中，最容易的任務交給了哈薩爾。這一路在進軍到渤海邊上的平州、滦州之後啊，就開始向東北方向攻占了遼河流域，之後深入東北腹地。竹赤、察合台、沃固台這一路呢是橫掃山西，洗劫了平陽、汾州、太原，滿載堆積如山的戰利品，在第二年3月重新回到中都會合。成吉思汗和拖雷啊，這是規模最大的一路軍隊。三位王牌指揮官木庫華黎、哲別、蘇布台應該是這一路的先鋒，筆直往南穿過河北，直抵黃河，進逼開封，隨後橫掃山東，直到登州，也就是今天的山東蓬萊。有一些史家認為呢，成吉思汗前往山東啊，可能只是想看一看大海。大汗心裡也有詩和遠方，但是他的遠方實現起來殘暴至極，一路上燒殺搶掠，摧毀了途中的每一個村莊城鎮以及那些防守不嚴的城市，所過之處幾乎寸草不留，什麼農田啊、莊稼、果園肆意毀壞，一片焦土。綜合多方史料來看啊，蒙古軍在華北平原總計奪取了90多座城池，並且全部洗劫一空。黃河以北據說只有9座城池幸免於難，撫州盡破，伏屍遍野。每打下一城，他們就把城裡的工匠留為己用。很快呢，他們就掌握了圍城和攻城的技術，學會了用投石機，彌補了不善於攻城的那個短板。對金朝而言，如果之前是元氣大傷，那麼這一次則是元氣盡失。中都被嚴密封鎖，周邊的州鎮全被蒙古人佔領，增援的通道全部被堵死。中都城內呢，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城中的守軍啊，人馬眾多，至少遠超城外留守的蒙古軍，但是將帥皆不肯戰，沒有一個敢出城廝殺的。圍城日久，最要命的呢是糧食越來越少。中都作為金朝的首都啊，在當時的常住人口多達40萬，人口密集，嚴重依賴糧食轉運。再加上大批的守城兵將坐吃山空，漕運斷絕，農田荒蕪，官方的糧倉很快就見了底了。所以朝廷呢發了告示，說同志們，值此危難存亡之際，大家要共克時艱，為國家為朝廷分憂。全城的官民人等，希望大家踴躍捐納餘糧，凡捐糧者無論多少，先開收據，過後重重有賞。朝廷有號召，可是老百姓呢也不傻，官爵再好也不如全家性命要緊，因此響應者寥寥無幾。利誘不起作用，朝廷很快就開始威逼，強行搜刮民間的餘糧。凡是有糧的人家，扣去夠吃2個月的份額，其餘的沒有二話，一律充公。折騰一溜夠，市面上的糧食幾近絕跡了，黑市的米價隨之暴漲，比平時貴了近50倍。白金3斤不能1米3升，富貴點的那個家庭呢，勉強還能活着，
家徒四壁的平民就只能闭門等死。1214年正月，金宣宗诏令在東华门設置招贤所，說是徵求御敵之策。御敵的沒招來，倒是找來了一大堆整活的。據說當時呢，有一個叫王守信的，生平最大愛好是喜歡吹牛，經常說諸葛亮不懂軍事，管仲、樂毅也都是渣渣，只有他自己胸有甲兵，不藏韜略。不知道是不是被蒙古人給嚇傻了，金廷呢，有人認定這個王守信是王佐之才，極力推薦給金宣宗，讓這麼一個大话先生摇身一變當上了行軍都統。王守信呢，膽子也大，拿着朝廷給的银牌，還真就當起了教头，大肆招募市井无賴，又占了城裡的讲武所，按照进退跳制訓練了一套古今相對的陣法，讓一群人身穿黃布袍，頭戴黑頭巾，招搖過市，胡作非為。北宋年間金軍圍困汴京，无赖郭京組建了6甲神兵，被金軍打得落花流水。如今這個回旋鏢呢，也插在了金朝身上。只是王守信呢，還沒瘋到真的出城去跟蒙古人拼命，而是每天帶着這群人出去拾荒，再順便抓1-2個落單的百姓，砍了腦袋回去邀功。到1214年的春天，蒙古3路大軍再次會師中都。成吉思汗呢，不想耗費人力攻城，於是派出使節，表示願意接受金朝的求和。就在金宣帝和大臣們猶豫不決的時候，南宋那邊也派來使者，正式宣布從此不再向金朝進贡。金宣帝無可奈何，极不情願地接受了蒙古的和平条件。金廷要選一位公主嫁給成吉思汗，同時陪嫁500名童男女兒，賠付3000匹戰馬。儘管只能帶來局部和平，山西那邊呢有很多城池還被蒙古佔領，進出中都的道路依然被封鎖，哪怕只能短時間的休戰，金宣宗還是答應了下來。未來到底會怎樣，無人知曉，但是金朝已經徹底低下了頭，被20年前還默默無名的軍事天才铁木真給征服了。好了，讀歷史知善惡，感謝您的收看收聽。如果喜歡歡迎訂閱我的頻道，熱推我的視頻。慢聊蒙金戰爭仍在繼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